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你什么场合总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Alan 的频道。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是 vivo Y300 Pro 加，以及，我最爱的手机 OPPO A5 Pro。为什么是你最爱呢？因为我爱 OPPO A5，爱屋及乌。你之前爱过小米，爱着 vivo。我是一个很博爱的人。Y300 Pro 加呢是7300的电池以及骁龙 7S 劲3的处理器。骁龙 7S 劲3呢，我们之前在红米14 Pro 加的时候上面测过。反正用起来就是非常的差，表现非常不好，不知道这次它的表现会怎么样。那我这台厉害了，天玑7300，电池呢6000毫安时啊，其实也不小，但是它这个7300太大了，没办法。怎么说？你今天我直接投降，我直接投降。那么相关的设置及流程呢，我们会放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三连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测试吧。我们先开始打王者。王者荣耀 OPPO 只能最高90帧啊。等一下，你这个屏幕好暗呢，为什么？它就比较灵敏吧，我对着阳光其实就是还好。没有这么暗，它王者荣耀只能最高90帧，并且极致跟 HDR 也不能同开啊，就是负载非常非常低。它是个6000毫安电池，这个7300，要不待会你打120试试看，好吧？我们先玩90帧的。我们7300虽然有120，但是120和 HDR 也不能同开啊，所以我们第一把先试试90帧，这两个手机能不能 hold 住？我们其实在这个角度 ，OPPO 是比 vivo 这边要亮一点的，左边这台是 OPPO 啊，可是它只要一转到对面那个角度的话，它就会暗下去了啊。对，它的自动亮度是很灵敏的。今天的天气预报是18到29度呀，但是现在只有23度，可能对这两台手机来说就没有太大的考验了。我们已经打了快16分钟了，两台手机的网络跟帧率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感觉这90帧加次一档的画质负载还是太低了，这两个手机的处理器还是能够 hold 得住的。这把游戏打了16分半，结束了，两台手机表现都挺好的。下面开始实一实，上来敲老子英雄，这狗东西。谁呀？谁呀？不是这英雄有什么抢不抢的？不是随便拿吗？我玩个新英雄咋了？真他妈没素质！不要这脸，真他妈没素质！就你素质好。我这台 Y300 Pro 加10v10打团的时候会掉到80帧左右啊，但是过一会儿就会回来。我靠，我刚刚打团掉到65帧了，但是就一瞬间啊，一般它会往下掉个大概5到10帧的样子。Y300 Pro 加锁60了，均衡模式啊，90帧加次一档的画质锁60。不如我 OPPO A5 一根啊，我还很稳啊，稳90。他不是说畅玩120帧吗？他没说120帧什么呀？这把游戏马上要决战了，快开始了。我觉得我决战的时候贼屌。决战不会60帧都稳不住吧？我50帧了，50帧，哦，又好，打团50。我打团刚刚我看到一个32帧了32帧吗？基本上也是60左右吧，很少能看到60以上的，因为这个10v10最后是20个人，大乱斗人太多了。那我一复活就90帧了，但是我打团就会掉很多。猛的一，所以你是一。猛的一。他是猛的一。这把王者荣耀10v10我们打了17分钟，是我的 OPPO 表现更好啊，因为 vivo 在8分钟的时候就开始锁60了。打团的时候两台手机都有不同幅度的降帧啊，像我这个 OPPO 呢，一般打团就会到80帧左右，然后人特别多的时候会降到60，甚至是30帧。我一开始90帧的时候打团是可能会降到80，后来锁60打了10v10，最低会降到50多。没有这种30帧那么可怕的情况啊！我只出现了一次，别尬黑好吧？我复活就变成90帧了，不像某台锁60的废物。今天正好金产在更新新赛季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号测试环节，这个下载呢，我们就直接同时更新金产，看谁下的更快一点啊。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信号比较好的环节啊，然后在游戏内这两台手机的下载速度都差不多的，都是在10兆每秒。这两台手机马上就要下好了，进度好像差不多呀。比我快一点啊，但是也只快了一点点吧。对，还好吧，基本就算误差了这个时间。刚刚我们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啊，可以看到这两台手机呢，它们的前面全都是4等帧的微曲屏啊，看起来是蛮旗舰的，但是一上手呢就会露馅啊。左边这台没有小横条的是 Y300 Pro 加，右边这台是 A5 Pro 啊，发送啊，哇，拍了很久了，他们还是有导出啊，几乎是同时发的啊 ，OPPO 立刻就开始发了。OPPO 已经发完了。vivo， 我的 vivo， 这里网速都是很好的，vivo 才开始发，是要比 OPPO 慢很多的。
它发起来还是挺快的。这两台手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右边的这台 OPPO 啊，它是有环境色自适应的，我们已经开了。左边这台 vivo 呢是没有的。我们现在用联通卡打电话，用电信卡上网，看一下他们的双卡稳定性。来吧，往下刷。什么意思啊？好慢啊！这个 OPPO 是怎么回事啊？它不跟 iPhone 一样吧？单通手机吗？单通吧。啊这个是我们刚刚在打电话之前就对，刷出来了。这是缓存的，它刷不出来新的。哦，单通，OK。那我们现在把 OPPO 的电话关闭，看看它的信号会不会恢复。看它能不能刷出来。你看它也刷出来了吧？我去，它就这个单通手机，垃圾呀！好的不学，学 iPhone 是吧？而且它现在刷起来感觉也挺卡的。你这个有什么全高吗？120？开了120的。开了呀。对，这感觉挺卡的。然后 vivo 这边会感觉流畅一点。打了2把王者荣耀，并且做了一系列信号测试之后，现在 OPPO 还有84%的电。vivo 还有89%的电。现在是中午的11点33分，我们今天用了1小时8分钟的手机。接下来我们2台手机就用高德地图记录下骑行的过程。为什么今天多了一个这个模式呢？因为它 vivo 有宣称一个职业模式。可能一些骑手、外卖小哥会使用，但是我们也没看到职业模式里面有增加什么定位精度的选项，所以我们就先不插这了，看看2台手机的骑行精度表现会怎么样。我们2台手机特意都放到了防水袋里啊，保持统一，并且等会儿全都用韩宝背着，并且我们也把它的自动暂停功能关掉了，并且关闭了自动亮度，亮度拉满，来全给我带上。我现在是某团加某饿了么骑手，好吧？某饿了么是什么呀？我现在是某团加某了么骑手。出发喽 ！Go go go， 出发喽！在这里走着回头路看看啊。上坡有点费劲啊。上不来了。可以，再陡点就不行了。这个共享单车提示我，好吧？他刚刚提示说禁止多人骑行，请1人1车。我他妈不就一个人吗？哪里有多人骑行啊？搞歧视，好吧？走了。有没有可能是你的问题？2台手机还都是亮的屏吧？是的，然后现在出太阳了，正在直射。这个 vivo 的亮度我看着是比 OPPO 要亮的，而且 OPPO 开到这个环境自适应它是比较暗而且偏黄的。我这里什么都看不清，感觉2台好像还是不太够亮。但是你如果是送外卖或者你正常用的话是能看清的，尤其是 vivo。我现在要驶入一个地下车库啊，看看它轨迹制作能不能继续进行。待会儿见，我在上面等他。怎么感觉韩宝上来有点费劲呢？脑子真无语了，这地下车库坡度太大了，我还得自己冲上来，我操！上不来呀，2个人在这坐车。我们骑行了30分钟出头啊，骑行了5点几公里。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骑行轨迹记录啊。左边这台是 vivo 啊，它屏幕其实一直都是亮一点的啊，比 OPPO。开头这一节明显是 OPPO 更准啊，因为当时我们到马路对面之后就沿着马路的右侧走了，但是这个 vivo 你看，它是一个斜线的。对。可是这个拐弯很明显是 vivo 准吧？你这个拐到这个路里面去了。然后一直直行，我穿了一个回头路啊，但是他们这个路线怎么是这种斜的呢？我应该是回头的，都不是很准。但相对来说应该是 vivo 准一点吧？对。我是没有这个斜线的。这个地方为什么 OPPO 会有一个这种小拐角呢？我是沿着星河路这条路走的，没有进去啊。这一节的话就都是 OPPO 比较准了啊。这个地方很纠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路口2个都不对，这一段我是过了马路之后我直接直行了，然后 OPPO 是莫名其妙在右边拐了一截，然后 vivo 更离谱，直接开到学校里面去了。他开到小学里面去了啊！你看他开到小学里面又拐回去了。这 OPPO 也是啊，开到小区里面去了。这一节也是 OPPO 出的问题更大，我们是直接从这个直线就走了的 ，vivo 是对的。这个 OPPO 它开到这个幼儿园里面去了，然后我就往那个小巷子里面走啊，进入了一个小区，在里面弯弯绕绕。很明显的就是 OPPO 的这个精度是低一点的。对，它就强行把2个点连起来。你看 vivo 这边虽然有点小问题吧，但是很明显它精度是要高一点的。对，因为我确实在小区里面弯弯绕绕拐了几下的，它这个是更精准一点的。这个 OPPO 这边是干嘛？就在小区里面绕来绕去，这个信号都不是很好，反正肯定不是 OPPO 这样，就强行2个点就很顺滑的出去了。我在那里面拐了好多次的，vivo这个明显准一点。挺方正的都，它应该后期也是有修正过。这里我们本来想进地下车库的，但是被保安阻拦了，没进去，所以我们就掉了头回来了。回来这条路也没什么问题。我们再次回到学校这条路上之后，2台手机表现又都还可以了。进入学校之后，我们又一个左转呀，这里2台手机表现都还可以。然后这一节我们是没有 vivo 这样的绕圈的啊，是 OPPO 更加准一点。我们在这路上直行的。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可以进去的地下车库啊，我就开进去看一下他们在地下车库的精度怎么样。地下车库的信号
不是很好啊。刚刚我们讨论一下，发现是 vivo 的更准的。当时我们是从临时很忙这个地方往里面走的，这里是地下车库的入口。但是你看 OPPO 这里，它根本就没有这一条线，它完全是把2个点连起来，在那乱走啊。当时我在地下车库是先进去之后，然后往右转到了一个死胡同，然后又回来，那它就回来了。之后我又往左转，然后绕了一个圈再出来的。而 OPPO 这边是完全没有进去跟出来这条线的，它里面的也是乱连的。出了地下车库之后，我们就先直行，然后右拐了，然后到达了终点。那么从整体来看，不管是在信号比较差的地下车库，还是在信号比较好的这个大路上，这个骑行轨迹的精度啊，都是 vivo 的要更准一点的。OPPO 它感觉就是信号不是特别好，断断续续的，然后它就会强制把2个点连起来，最后路线就很乱了。现在 OPPO 还剩76%的电。vivo 还剩81的电，现在是中午的12点31分，我们今天用了1小时53分的手机，刚刚基本都是高德地图啊，差不多有43分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使用高德地图步行轨迹记录啊，看一下他们的精度怎么样。我们现在过了圆盘到马路对面了，导航让我们往右边走，但我们不小心会往左边走啊。但是现在定位两台手机是不一样的啊。现在 vivo 的定位更准一点，我们现在是在靠左的地方。但是它呢有点跑到这个楼里面去了啊。OPPO 呢就在这个路线上，但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路线是有所差距的。对，我们现在走了不到10米 ，vivo 知道我走错了，让我掉头了。OPPO 没有重新给我规划路线，但是它的定位在刚才一瞬间变对了，之前它一直在路线上的啊。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截啊，现在 OPPO 给我重新规划路线了，是往前再右转，但是 vivo 还是让它回去。怎么说？你往前走吧。但是 vivo 的实时定位是对的，不到5米。就对了，我们现在已经右转了，在这条道路上啊，vivo 的定位是正确的，但是 OPPO 它是直接给我跳到了马路对面啊，它定位是不对的啊，而且它现在屏幕亮度也是没有 vivo 高的，它一直都没有 vivo 高。刚刚2级反转了，刚刚 OPPO 位置短暂的正确了一下，但是现在又回去了，不过没事，好吧 ，vivo 已经被我们拉下水了。什么东西？你带坏我 vivo？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别转了，没用的。只有那谁要转。问你一个问题，这什么车？小米苏7 Ultra。璀璨洋红。刚刚我们在这条路上走了快100米啊，我的这个 OPPO 基本上是一直对的，但是开拍的前1秒钟跳回去了。我作证啊，我对天发誓它是对的，而且对的时间比 vivo 长。不可能比 vivo 长，绝对比 vivo 短。我也在拍的一瞬间变错了，就是因为 OPPO 的原因 ，OPPO 把我传染了。我刚刚对了一下，然后又被这 OPPO 传染回去了。其实他演的，他这段一直就是他的原因。其实他演的，他这段一直是错的，他在演。我刚刚看到他确实对了一下。你怎么这么卡呢？那什么垃圾手机啊，闹麻了。等一下，行不行啊？你这个好卡，好卡呀！哎，它上面挂了个高德，它处理器受不了了。哎呦，你这废物！重进一下。准备阳光下刷一下的呀。没事儿。不让你刷呀，你看。好了。今天呢，因为前面的高德骑行的负载挺高的，所以我们就只刷一下子美团啊。现在都是在阳光下面，来开刷吧。怎么不动啊？哎呦，都会有加载的情况，都挺垃圾的吧 ？OPPO 感觉还是好一点啊，而且现在在这个阳光很大的情况下，是 OPPO 的亮度更高啊。右边这个 OPPO， 你这个亮度怎么回事啊？拉到最高啦？哦，开偷了。你看我 OPPO 都没有拉到最高，赢麻了。我们现在又过了一个马路啊，在这段路的期间呢，一直是 vivo 的亮度要低很多啊。这能看清吗？看不太清了，说实话。不是你这个锁针了呀，感觉。这就60了吧？还有 OPPO， 哎呀，丝滑，OPPO 这边确实丝滑。就是逊呐。等一下，先解决亮度问题。职业模式里有一个自动增强屏幕亮度，现在是拆的，看看这亮度怎么样？还是 OPPO 的亮一点啊。右边这台是 OPPO 啊。你的亮度都拉满了，你再增加有什么用？我就问你。怎么增加呢？请问？你的上限就已经到这了呀。你看现在这个亮度的情况下，就是 OPPO 的要亮一点啊，都拉满了。你看这个 OPPO 明显是看得到一点的。不是，为什么你都7300电池了还要偷亮度啊？你要干什么？你要毁了 OPPO 吗？怎么感觉正暗了？我还是把这个职业模式关掉吧，好像也没啥区别。你这个掉帧了嘞！你不是开了全局120吗？哎呀，用能是不是不能用？其实这300 Pro 加不是什么地方都掉帧的，可能是因为高德的这动画小窗太多了。对，你看它的金就猛掉。但是我在微信里面好像就还好哎，你看这里至少有个90，但是一进高德就好卡这个高德。你看，因为它要调这个小窗出来。不是，那我怎么就没事呢？啊，人不行别怪路不行，还怪人家软件呢，你搞笑。系统做的不行就不要叫好吧？但是确实这一次锐界 OS 5好像是有点口碑不太行啊。再给我点时间，一定会比它好。刚刚我只是在试高德地图的挂后台功能。什么反复试了2下，卡死了？什么黑了呀？
啊，死机了，哎，又好了。我感觉有可能是高德适配的问题。高德为什么还会有适配问题？请问？确实，现在 bug 有点多呀。对啊，这边就没有问题啊。什么 bug 有点多啊？高德有什么问题啊？那么vivo还学小米哎，又来了，你看，哇，复现了！怎么还学小米啊？动不动就黑屏。你怎么又开始黑了呀？啊？没有啊，我最喜欢小米了。我又来了，哇，好容易，可以复现好容易是吧。我给大家精准复现一下。哎，好了，这个 vivo 绝对是动画太多了。然后这个处理器性能又不行，我们现在又过了马路啊 ，OPPO 现在的，我操，都错啦！你在笑什么？你在笑什么？你在笑什么？不都众错了吗？生平等呀！没有啊，我对的时间比你多，好吧？我是刚刚才跳回去的。我也是刚刚才跳回去的。你刚刚就对了一下，我看到了。那我们上次调理一下，好吧一起去吧。 vivo 对了，哎，又错了， ？OPPO 从一而终啊，一直是错的。不想调理。你要调理啊？手机要调理，跟我有什么关系？调一下你的系统吧。经过短暂的调理过后，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哎，OPPO 一直是对的。vivo 呢？说话。vivo 一直是错的，我不想调理。声音太小了，我听不见。哦，这个 vivo 就是得激将一下，你看现在不就对了吗？你还卡不卡？啊，还是很卡，还是很卡。完了，你看，啊，怎么又出现了？哇，好精准。这是什么花？我母 J 呀，你不是最喜欢花了吗？最喜欢你的花。我们步行导航了30分钟，终于来到目的地了。线路规划的灵敏度是vivo稍好一点啊，它能迅速规划2条，但是在精度方面，两台手机差不多了，都是时好时坏，表现中规中矩吧。但是整个过程中，亮度一直是 OPPO 更高，并且vivo还非常的卡顿啊，还有那种黑屏的 bug，就很难评价吧。导航翻篇了，吃饭去了吧不能翻篇。现在 OPPO 还有66%的电。vivo 还有72%的电，现在是中午的1点27分，我们今天用了2小时34分的手机。你爱人呢？你的男朋友先去吃甜品了。是你爱人。那我们现在先打一下金铲铲吧，两台手机最高只能开到60，人家超清加极高呀。轮到你操作2台了呀，爽不爽？那我直接给他老八，他不用你给啊，他已经是了。他就直接吃小汉堡了。小汉堡，你忙完了没啊？忙完了，差不多结束了。他好忙啊，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我就很切啊，这把就轻松吃个鸡吧。我觉得 vivo 在跟别人打团的时候，我感觉到是有点掉帧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这手机就是不行。我今天端游玩这个盖伦，老八直接出局了。这个手游就是给力啊，直接高能牙刃加无尽加正义的盖伦，1刀9999暴击，给对面屎都弹出来了。怎么说？就剩我们2个人，你点了吗？内战了，怎么可能？你打不过我，你真的可以点了，不要浪费时间。赶紧让我，你怎么就怂了呀？你怎么就怂了呀？赶紧让我。我们俩打了35分钟啊，两个手机的网络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真机的话，vivo是会打回来之后会卡顿啊。现在 OPPO 还有56%的电vivo 还剩63的电，现在菜都上齐了，给大师拍下照吧。我不想拍。拍好饿。刚刚呢，樱木已经发现了，就是这台 vivo 呢，它就像那种百元机的拍照，好吧，这拍人非常的难看啊。但是 OPPO 这个就还显得比较正常一点啊。那我们来拍一下这些菜，1倍拍全部，2倍拍单张啊。vivo 是有美式模式的，那我就打开。OPPO 是没有美式模式的，那我们就默认了。vivo 打开了这个美式模式之后，感觉有点卡呀啊，而且它美式模式有一个虚拟光圈啊。vivo 比较糊，OPPO 呢颜色比较深，有点像红米。从取景框上看，这个 vivo 就非常的白哦，OPPO 就还显得相对来说正常一点。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看 B 站直播，两台手机都是原画质，并且开启了弹幕。先看一下两台手机亮度怎么样。亮度差不太多吧，感觉还是 OPPO 会稍微亮一点点啊。那你把 vivo 调亮一点吧，我觉得 OPPO 这个亮度在这个环境下是比较好的。吃饭时间呢，我们已经看了半个小时的 B 站直播了。现在 OPPO 还有51%的电vivo 还有59%的电。现在是下午的2点42分，我们今天用了3小时49分的手机啊。今天两款手机的负载跟以往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看20分钟的视频，中间也没有刷美团，而且游戏的负载也比较低。今天主要是操作地图时间会久一点嘛。现在呢，我们就去吃甜品吧。你自己吃吧，换回鸡，用你的鸡吧。用你自己的好吧？怎么了？手机掉下去了，然后这个膜上，我摸着应该是膜上的划痕吧？你确定吗？你别把你的折叠屏盖碎了啊！膜上的膜上。太可惜了。我们已经到这个信号非常差的厕所了。可以看到的就是呢，这个右边的 OPPO 它的亮度还是会比这个左边的 vivo 要亮一点的。我们已经开关过自动亮度了。现在两台手机联通都是4G 2格信号啊。来打个电话。OPPO 通了。vivo 也通了。慢了大概5、6秒。不想说话。哎呦，
快点，被攻击了，被攻击了。快点讲话，我不想讲话。好，现在我们来微信发表情包。点。哦 ，OPPO vivo 快在转发出去了，然后 vivo 也收到了。啊 ，vivo 慢一点啊。我觉得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吃完饭再来厕所，好吧？完了呀，vivo 刷不出来了。OPPO 很快啊。来。啊。这么快？嗯哼。如履平地啊，虽然它只有1格信号啊。我们现在换到抖音了，两台手机加载都很慢啊。都出不来。好像都刷出来一点东西，但是，哎，OPPO 还是快一点啊。然后 OPPO 现在有画面了，你有什么画面啊？好，你赢了，你赢了，赶紧换场吧。现在2台手机都切换到了电信上，我们赶紧打个电话，3、2、1，点。我信号非常之好。哎，我通了吗？你没有通啊？你都没有点啊？哦，通了。那他刚刚怎么自己退了？不知道，有脾气了。咱们微信发3个表情，3、2、1，点。耶，垃圾。完了，这次换 OPPO 转了。进微博有一会儿了啊。 2台都歇菜了。这2个也还是 OPPO 在这个环节会稍好一点，但上个环节 OPPO 就差一点啊。但是怎么感觉它的电信还没有联通的好呢？好奇怪啊！一般的手机在这里都是电信会好一点。哦，出来了，2、1，来。啊，都非常的慢啊！而且你们看这个电信的信号格是多一点的啊。OPPO、vivo 这边还是2个啊。OPPO 先出来了，我们又进抖音了，都没东西啊。哎 ，OPPO 是不是出现了一点画面？现在也出不来了。好像又出不来了。哎，耶，这什么意思啊？它加载了一个封面吗？OPPO 还是会好一点点哦，电信。那其实在这个厕所里面，就是 OPPO 的联通会好一点。对，电信呢也比 vivo 要好一点点。我们快走好不好？快走。我已经习惯这种味道了。那你住着吧。真的是我。那你别走。现在我们到地下车库了，2台手机用微信扫一下这个墙上的二维码啊。现在2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4G 网络。来，3、2、1，走，1米的样子。啊，速度差不多吧，几乎是误差。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5米的样子啊，还是微信。3、2、1，走。2台手机都放大喽，哎，左边的这个 vivo 感觉还放得大一点啊，但是都扫不出来。右边这台有小横条的是 OPPO， 哎，它放大了，它放得更大了，感觉它要扫出来了啊，我的感觉好像有问题。你甩有什么用呢？请问？手法懂不懂啊？甩鸡呢？我们已经往前走了大概2米了啊，继续走吧。好 ，vivo 在这里扫出来了大概2米半的样子啊。OPPO 能扫出来吗？哦，也扫出来了，它就是慢一点了。现在我们又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大概1米的样子啊。我们自己的微信，3、2、1，走。2台手机我们都vivo 会稍快一点啊。现在2台手机离那个二维码大概3米的样子啊。来，3、2、1，走。我觉得你们直接往前走吧。他们刚刚在外面3米都扫不出来，2台手机都放大了，他们都能找到这个二维码，但是扫不出来。啊 ，vivo 扫出来了，来，你往它那个位置靠，再走。啊，也差不多吧，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现在我们打个微信视频通话，现在前置。前置的话 ，OPPO 感觉这个美颜效果会明显一点啊。vivo 这个就还是这种黄黄的，说真实吧，我也不想说，好吧，因为比较丑。我是觉得 OPPO 好看一点的，视野的话是 OPPO 的会广一点哦，稍广一点点吧。来看一下后置。哎呀，这个 vivo 切过去感觉好慢呢。画质上我感觉还是右边的 OPPO 好一点 ，vivo 这边就感觉糊糊的啊，更糊一点。视角上的话是 OPPO 这边会稍微窄一点啊，但是我觉得 OPPO 的整体的效果是要好一点的。vivo 呢，这个有点奇怪，反正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感觉比较廉价一点吧。我们来北辰的过程中呢，2台手机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他们俩都没什么问题。现在是下午的3点20分，还有挺大的太阳的，我们正好刷5分钟微博，看看2台手机的亮度表现怎么样。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开始刷5分钟的微博，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2台手机的亮度
全部拉满了，但是也只有这么亮吧。现在是30度，今天的最高气温了。本来报的是29，但现在已经30了。从一开始这个亮度来看的话，两台手机好像没有很大的区别啊，只是色温会有一定的区别啊。我肉眼看的话是觉得 OPPO 这边会稍微亮一点点啊。我们再继续刷，右边的是 OPPO 啊 ，OPPO 的这个滑动的阻尼感好像是要小一点的啊。这 vivo 看着卡卡的啊。对啊 ，vivo 就感觉有点拖拉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吗 ，vivo 这个状态栏去哪了？它的状态栏去哪了？沉浸式状态栏，就还有图标、啊，这么沉浸吗？我们来回到桌面看一眼啊，状态栏又出现了，而且现在这个亮度怎么就一下子 vivo 就要低很多了？而且我感觉 vivo 还卡一点啊，到底是 7S Gen 3不行，还是 Origin OS 5不行啊？还是这个机器不行啊？可能都不行吧。我觉得 vivo 这状态栏就是没做适配，它现在又融为一体。对，它就是完全没有了呀。但是 OPPO 这边是正常的啊，而且它现在屏幕亮度真的好低啊，1分钟吧它就降了1分多钟。两台手机都是可以很均匀的晒到太阳的啊，现在太阳很大，而且从刷的这个流畅度上来说的话，是 OPPO 要好一点的。现在刷了大概2分钟多一点吧，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两台手机全都降亮度了，但依旧是这个 OPPO 会稍微亮一点的。哎呦，这个 vivo 好卡呀！虽然说现在有30度了吧，就它刷新的时候会有一个割裂感。我们现在刷了大概3分半钟啊。OPPO 虽然亮一点，但是它已经很明显的锁60了。这个时候反而是 vivo 看起来更流畅了。这两个手机都好暗啊！我们用肉眼的话，只能看到上面有东西，但是看不太清了已经。可是 vivo 的这个状态栏回来了，我们刚刚重新开关了一次微博啊。那还是适配的问题啊，这个 vivo 今天感觉小问题不断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边它掉帧了，所以就重新开关了一次啊。然后 vivo 这个回来了。好的，现在两台手机我们都刷了5分钟的微博了，在阳光底下都非常的暗啊。但是 OPPO 会亮一点，但是它锁60帧了 ，vivo 没有锁帧，它还是120帧，但是它很暗。哎，我们再看一下亮度。OPPO 是没有拉满的，那我们把它拉满。拉满了之后还是 OPPO 会亮一点啊，它是可以拉回来的，但是 vivo 就已经拉到最高了，而且真的有点看不清了啊！我的妈呀，这个 vivo 好烫呀！你这 OPPO，这 OPPO 好烫呀！我的天哪！摸摸 vivo 确实凉快一点啊，有可能 vivo 是浅色的，它没那个黑色那么吸热。但是我们不是烤的正面吗？对啊，它背面又晒不到阳光，这不是理由啊。它都锁帧了啦，但它温度确实高好多哎。好的，朋友们，我们来拍一下优雅小宝。先拍人像啊，今天就先拍照了啊。太阳还是在这个1点钟方向啊。vivo 呢，它的人像有1倍、1.5倍和2倍。OPPO 呢是1倍和2倍，我们就拍1倍和2倍啊。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OPPO， 它这个摄像头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N5 啊？有点唬人。这两台手机看上去好像有很多的摄像头，但实质上就只有这一颗啊。连超广角都是没有的，都是默认的，不去多调。这个 OPPO 在取景器里面显得整个环境要亮非常多啊。他们的默认的光圈虚化都是2.8啊，但是怎么感觉 OPPO 的这个要虚化强很多啊？但是 OPPO 拍出来真的好丑哦，至少从取景器上看是这样的，成片不一定啊。我刚刚看了一眼成片啊 ，OPPO 处理完之后还是挺好看的了。顺着光的情况下，这个 vivo 显得就比较丑了 ，OPPO 就还是会有人像的感觉啊。vivo 在顺光的情况下，它在取景框里面是几乎看不到那个背景虚化的，但是 OPPO 的这个就显得非常的明显啊。但是 OPPO 的取景框跟成片差距真的非常非常大。好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来录像啊，还是优雅小宝，是这样的，两台手机呢，全都是4K 30帧的最高啊。他们1080P 都是可以拍60的，那我们就默认都不动，太阳还是在1点钟方向啊，看一下有没有小炫光之类的。那我们就用4K 30帧录2分钟。现在我慢慢向它走过去，从取景器上就是 OPPO 要亮很多哦。现在我慢慢的转圈。但是 vivo 在这个录像的界面是有2倍按钮的，它是有一个快捷按钮的。vivo 这边还是看到一点小小的眩光啊 ，OPPO 这边不明显吧？现在我离远一点向它跑过去。OK， 现在我跑个转圈。我现在顺光拍你的话 ，vivo 就有点偏冷吧，但是 OPPO 有点偏暖啊，也有可能是它这个屏幕显示的问题啊。我觉得 vivo 好像好看一点，
感觉磨皮会狠一点。更像本人一点是吧？那没有啊，你当然是 OPPO 这边现在屏幕上显示这种黄黄的感觉了。怎么可能？看一下这条裤子的颜色啊，都不是很准吧？真实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啊。这是从取景器上看到的情况。鉴于这两台手机呢，它们的定位也只有这样子啊。而且它们都只有一颗镜头，一共在这里就拍16张照片吧。它们其实都给了2倍的快捷按钮呢。但是这两台手机大家都知道，它们的算法还挺厉害的哦。vivo 这个屏幕亮度真的降得太狠了，它电池这么大还降这么狠吗 ？OPPO 因为亮一点，我还能看到一点东西啊。这个10倍已经糊的，我也不想说话了已经。我们还是拍一下这个远处的长沙音乐厅啊，虽然说他们最多都只有10倍了，大家还是看一下啊。我觉得这2个手机就大家随便看看得了吧。拍照体验上的话，还是 OPPO 这边会好一点啊，但是成片的话就不一定了，两家的算法都挺强的。现在太阳在这个方向，那我们就拍这栋建筑物，逆光拍2张。什么洲际酒店打钱？你想要洲际酒店打钱，感觉有点难吧？好像说 Speed 来就是住这里啊。来晚了2天。春暖花开啊，拍一下叶子。从取景器上看的话，我都是觉得这个 OPPO 会好看一点啊，但成片是不一定的。大师拍完照之后呢，我的 OPPO 只剩38%的电了。哎，vivo 还有50%，现在是下午的3点47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4小时35分钟的手机了。但是你屏幕真的好暗呢。哎呀，7300也要偷，这就没办法吧，鄙视。我就喜欢 OPPO。我还喜欢小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使用高德地图车载导航，去往下午喝奶茶的地方。然后路上呢，我们会重点关注他们在隧道里的导航表现。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上车了，2台手机都有3D 车道级导航，并且他们的路线都是一样的。你拿出一点 passion 可不可以？我们实际路线是直行啊，但是之前导航的路线让我们掉头，我们看着谁修正快一点。马上就要到这路口了啊，已经过了路口了，还都没反应过来。哦，左边的 vivo 稍快一点呢。现在他们俩的路线跟我们实际的路线是一样的了。现在我们在市中的右侧行驶，2台手机都定位到了左边，我们就是靠在江边这里的。怎么说？右边的 OPPO 识别到我们在辅道了，有可能是这手机本来在右边的原因。我们现在又走到辅道了，这一次2台手机都没有识别到哦。我们现在马上到这个路口了，2台手机竟然又识别到我们在辅道了。我们现在又跑到辅道上了，显而易见，2台手机都没有识别过来。我们在上车之前，2台手机都开关过自动亮度，之前的一段过程中，2台手机亮度是差不多的。现在这个 vivo 不知道怎么回事，又突然下来了一点，又在偷了啊！家人们姨妈了。我们刚刚在湘江中路上行驶了5-6公里，2台手机除了主辅路切换，他们的导航表现都没有别的问题。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隧道了。OK， 我们进到隧道里了。2台手机都在隧道定位中，现在右边的 OPPO 还是比较亮的。现在我们刚刚在这个弧线上面行驶，我感觉左边的 vivo 是快有点多了，他们俩差距快200米了。一样了，2台手机，完了，右边的 OPPO 要先进去了，我们现在还没进去呢。我们离这岔路怎么的还有20-30米吧？你别急，他们俩还没动呢。他们俩卡住了呗？他们知道自己走快了呀。好的，现在我们进入到岔路里了。还不动？哦，动了。我们现在驶出隧道，马上要汇入到主路了。2台手机都往前快进了一点。从隧道驶出之后，2台手机表现又都还可以了。现在我们马上到目的地了。怎么一下车看到你了？不是你们叫我过来的吗？你今天穿的好清凉啊！刚刚告诉了你我们干了什么了？5小时8分钟。 vivo Y300 Pro 加剩余25%的电量吧。A5 Pro 我觉得它剩余15%吧。你这好像猜的这次翻车了。翻车了。我这个 vivo 还有46%。哇，这7300毫安时还是有点东西啊。A5 Pro 是33。翻大车，对这种手机完全不了解。我们导航了31分钟，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整个过程中啊，2个手机表现都还可以。 虽然他们在隧道里面有一点点问题吧，但是至少证明他们并不是单纯的在播动画，尤其是在过那个岔路口的时候，他们2个都意识到了自己的位置有问题，然后再实施调控的，比我们之前测过的2台6-7千的华为 Mate 70 Pro 不知道好哪里去了，那2台手机就直接从岔路口过去了，就是感觉不如这2台1000多块钱的手机。我说的是事实，好吧？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的，你就喷他。为什么喷我？不是我说的。支付宝共享单车扫了2维码，拿走吧。你看它扫的卡住了，这个 vivo。
啊，右边的 OPPO 更快哦。我们在这个书艺的店门口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来，3、2、1，松开。我感觉这个 vivo 的动画就是卡一点的，它就是慢一点，感觉。你看 OPPO 先进去的了，OPPO 赢了。你这个亮度真的好低哦，真的。就跟扫速差不多，它就是卡。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艺烧仙草了。左边的这台 vivo 呢，它是联通的5G 网啊，右边的这台 OPPO 呢是4G 网。但是这个地方呢，其实5G 是有点陷阱的啊，不知道这一次会怎么样。我们已经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啊，只是呢，韩宝呢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一台拍的是横屏啊，其实拍了很久了，他们还是要导出的。OPPO 会稍快一点点，但没有很本质的区别啊。上午呢是 OPPO 碾压了，耶，但 OPPO 还是很也变快啊成。5G 了，OPPO 也变成5G 了，但它很快啊，它对真它挺快的。它真5G。我靠，这个 vivo 也太蓝了吧，这个屏幕。难场嘛，它没有环境测试硬啊，都不怎么动了。哎，你一说完，这 OPPO 就跳了，多说点。哦，我要赢了。啊 ，OPPO 到5G 还是 OK 的啊。OK，OPPO 已经发完了 ，vivo 啊，看到没？那我们在这里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啊，你看我们一出来之后呢，这个 vivo 呢还是5G，OPPO 呢变4G 了啊。那我们直接点哇不太对吧？ vivo 哇，好快！秒杀这个5G 真5G 哇！现在下来了，哎呀，要切4G 了。OPPO 这边就很稳啊，这都是他们的默认浏览器啊。而且呢，刚刚空强跟我们说了一个点，我们觉得它续航很好嘛。哎，两台手机都是1080P 的，嘿嘿，难怪。还以为1.5K 呢啊。同城交友，哎呀附，近莫约，你怎么说啊？怎么手机到你这里就他的手机啊。它会自动识别身份的。用了就这些软件了，知道吗？人脸识别知道吧？哎，什么意思啊？这 vivo 到这几乎就不动了呀，它就一开始爽了一下啊，它还是5G 啊。已经是0了。哎，快起来了！哇！它可能需要就是冷静一下再继续冲。刚刚那个话不是我们3个说的，他要去举报空强 CC 了。空强冲是吧？我操，这个 vivo 就是冲一会儿要停一会儿啊，不能一直冲。很符合人体工学啊。哦 ，vivo 要下完了，它如果保持这个速度的话，一会儿就下完了。但我觉得它应该要停一会儿了，在99.9的时候停下来。达到那个阈值停下来是吧？是的你，们不要再说了，这里还有别人好不好？说话没有问题啊。是你人有问题才会觉得不好。啊，vivo 下完了，OK。OPPO 这边下了一半的样子啊，可能还不到一半。不等了，它就一直都是这种速度。现在呢，我们来打王者荣耀，因为上午这个 vivo 的90帧是没有锁帧的，那我们下午对吧？那73电池，那得给它加点负载，我们玩120帧，但是它其实跟 HDR 也是不能同开的，看看它现在会不会锁帧吧。我的 OPPO 还是上午一样，只能开到90加那么多了。这个 vivo 虽然设置里面开了120，但是游戏进来就锁了90啊，而且我刚刚一直在460，其实我网络不加了。那我直接开性能模式啊！你直接开吧。我也挺抽象的，我这一直在红黄交替，延迟50多、100多的来回跳。你也开性能模式。vivo 开启了性能模式之后，现在帧率是回到了120，但是为什么又90了呢？啊，真的吗？96、91，就让你看看又锁住了，让你看看它的上限。就持续了20秒吧。我打了个红的功夫。20秒够你们用的了吧？你都冲不上去，你还在说啥呢？我不用冲，我挺好的。看你们两个症状不太一样啊。这队友傻逼吧？他2分钟对面盒子，他说他抓了2次，那是因为对面盒子把我拦反了。你能让人机战神魔？你不是高手吗？人机怎么说？人机这又是锁帧，又是一直460，那我怎么办呢？谁来都不行。185v5我们打了18分钟啊，我卡出来了。啊？怎么了？就突然这个动画就突然跳了好几下，我就回到这个界面了，然后这个右上角显示红的，我玩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变红，后面稍微好一点了，但是这个帧率是我开的电竞模式，我开了120帧，但是依然锁的90，完不了。你好了20秒呀，20秒已经很不错了。OPPO 的帧率没有什么问题，它的网络没有460，但是延迟很高，偶然会变黄。现在继续电竞模式10v10，它进不去啊。我已经进来了。非同一时空啊！哎呦，还好10v10不用点确认啊，不然信誉分要扣2分啊。这是我的号。在10v10里面，这个 vivo 也还是锁的90帧啊。你开了120也锁90啊？对，而且我还开了电竞模式呢。不过网络好像变好了，目前都是绿色的。我一直都是90帧呢，但是网络还都是50、60的延迟，没什么变化。你们俩在干嘛呀？
让我看一下啊，贴这么近，你们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感觉他操作的自己是90帧的，但是他的队友移动的时候就像是60帧的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是放智能，就是平 A 的时候感觉也是卡卡的。会不会像那种跟我一样关不掉的插帧啊？你只开了性能吧？对啊，这把游戏才打了8分38秒，有点短呢。这个 OPPO 什么问题都没有出，除了网络不太怎么样。 vivo 呢后面也出现了好多次变红的情况，然后就是那个问题嘛，就是感觉不像是90帧，就玩着玩着感觉周围的一切就是顿顿的。那不在一个图层呢。对，那我们再打一把吧，上一把时间太短了。和你一样短吗？怎么突然那么激动啊？刚刚看到3个残血，然后我变成残血了，你不是死了吗？最后就死了呀。什么叫残血啊？你这边我怎么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你死了呀？是不是先变成残血再死的？你就不说你死了？现在死了。 vivo 目前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基本上都是绿色的。我身边的一切跟我无关，好吧？身边一切是60帧，我也不知道是网络的问题呢，还是这台手机的问题。而且只有10V10是这样的啊，我有5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先去吃饭了，晚上跟他们去看我你跟谁去吃饭啊？朋友啊，男的女的？男的。啊，那就对了。你怎么又死了？为什么每次我死你都会拍到？这怪我吗？就是你的问题。那你别死啊！你不拍我就不会死。大河之间天上来。快点！你在干什么啊？我们今天王者的时间已经打满了啊，我们中途退出了。然后第二把王者荣耀10V10呢，我后面的5分钟vivo是一直就是红黄交替的啊，就我根本玩不了。 OPPO 的帧率没什么问题，后面的2、3分钟红的频率也比较高。测完了信号，打完了游戏，OPPO 只剩16%的电了。vivo还有31%啊，现在是晚上的5点47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6小时15分钟的手机了。那这个续航挺好的嘞，还有31。唉，好想下班啊！我们从朝鲜岛出来了，现在坐地铁，途中呢我们刷一会儿信息流，先来会儿抖音。你脸上现在这个好明显的，我跟你说。 视频长续航模式一开启什么东西？默认的，不管啊 ，OPPO 就是会有这个东西。猛点，猛点，快！他点的是我，哎，这是什么东西啊？不感兴趣。这个啊，这个对，对劲了。对。你怎么就点赞失败了？什么意思啊？这是他的账号、是不是他的号有问题啊？你这么配合吗？好了，这一点赞了。好，继续点。哎，那你在这装什么呢？这不是你的号吗？ 都是他用的啊！你不是在配合他吗？我们好像好久没有坐过这么挤的地铁了。晚高峰正好6点了，你就在这里大喊一声“兄弟回城”，在这里唱歌。哦，我得到了惩罚。OK， 6点05了，我们刷了10分钟的抖音了，现在来换小红书。你这个不对劲。别了，我抖音刷不出来了，张张。哦，你卡了。哦，我看到了，哇，那 OPPO 这个确实有点问题啊。 vivo 没有问题啊，是有一点慢的。看看你的，你的也没有很快。我们刚刚已经刷了10分钟小红书了，现在再来刷淘宝。哎，这不是你吗？看你的，毫无看点。这是他的号是不是？他的是真没意思吧？这是什么啊？眼镜。你看成什么了？眼镜啊！你看成什么了？我要冲了。你要冲什么？我要开大。哎，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多呀？懒牛懒马屎尿多。我们在地铁上刷了30分钟信息流，2台手机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在人比较多或者过河的地方，加载会稍微有一点缓慢。OPPO 还剩10%的电。啊，vivo还有25%，现在是晚上的6点33分，我们已经使用了6小时46分钟的手机了。接下来我们就使用百度地图步行轨迹之路，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走吧。他现在怎么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了？天气太热了吧，不想穿裤子了。哎，这个地方现在还是好看嘞，这棵树真的长得还可以啊。我们的另一个老朋友好像消失了。为什么刚刚这里有那么多摆摊的，感觉很好吃的样子啊？为什么之前来的时候没发现呢？是因为今天比较晚嘛？啊，以前来的时间点不对。我们一般在这里都是往后面的方向走，去杜甫江阁呀。哎，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去黄兴广场看 OPPO Find X8S 系列呀，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在往这边走绕一下。我们步行轨迹记录了16分钟啊，现在来看一下起点，很明显是 OPPO 更加正确啊。我们是在中国电信这里，这 vivo 给我导到小吃摊了。他导到这个地铁站哪啊？地铁站的口子。怎么一进小巷子，这 OPPO 就拉了呀？我们在下面呀。
你怎么说啊？啊，在这条路上啊， vivo 虽然也有点靠上，但起码还是靠近路的啊。回头路的话，vivo 要准一点啊，vivo 虽然它是要准的穿楼了。对，我们走到这里呀，左转下来这条路上，啊，那还是 vivo 这边准一点。这个直接来了折返什么意思啊？怎么走回头路了？在这里走是吧？都不是很好吧，在这个楼中间啊，这一节还是 vivo 会好一点啊，会靠近路一点。你看这个就完全都在2栋楼之间，我的个亲娘嘞那还是 vivo 好一对点，你这个靠近一点。偏的太多了， ！vivo 相对没那么差，这一节是 vivo 会准一点的。我这全在路上好不好？完了呀！对然后我们沿着主坛街的另一侧走，你这啥呀？你这啥呀干嘛你也出去了？ ？OPPO 比 vivo 稍好一点。后来走到路上去了。继续沿着主坛街走，哎，怎么说？我觉得我的 OPPO 反杀 OPPO 了好。一点，OPPO 好一点。确实开阔地带是 OPPO，确实会好一点点啊。主要是我们一直往左偏，一直往右偏，有点邪门。一个弹道偏左，一个弹道偏右啊。但其实我们是稍微靠右走的，对的一直走，一直沿着哎，这条。你靠左了，你靠左了。啊最后这一节是 vivo 表现好一点啊，它在路上的多一点，终点也没什么问题。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好一点出来的话，还是 vivo 会好一点的。走完这一段小巷子，现在 OPPO 只剩7%的电了。 vivo 还有22%，现在是晚上的6点58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7小时9分钟的手机了，有点累了。很强，很强，很强。我申请7%的电打把金铲铲，用它的号抓机。来吧，来吧，开铲。这里也同意啊。哎，我想早点下班，我不行了。边走边打铲，有点浪漫哦。天上还有一轮月亮呢。累了，累死了，浪漫在哪？主要正在拉开距离，一点都不浪漫。大家看一下，这个天上是有月亮的，耶，月亮呢？月亮在那个位置啊，看着真的小米苏7了啊！朋友们，碰到一家大善人的店啊，空闲时可入座休息啊。感谢这家叫小城故事的店啊，谢谢你。虽然这个广告宣传应该也没什么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在黄兴广场啊，这边是国金啊，然后这边是我的2位好朋友啊，你怎么衣衫不整是怎么回事啊？自己脱的与本人无关。已经有 BGM 了，谁的 BGM 啊？你们2个的呀？谁呀？是真吗？你看，还是个男的唱的。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你什么伤口总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说出吗？啊，是把金铲铲打到3丈2了，现在 OPPO 只剩2%的电了。现在是晚上的7点13分了啊。 vivo 还有17%的电啊，那我们就等着 OPPO 的死亡吧。完了，现在只有1%的电了。那你赶紧死啊！你死了，我这个也赶紧投降好吧，反正你的号。你纯肘吧你也别想让我帮你失分好吧你？真是纯肘。OPPO 没了，怎么还好我张张升到了9级。哎，没事，你的号我也直接给你吃鸡好吧？现在 vivo 还剩13%的电啊，晚上的7点26分，今天它使用了7个小时37分钟 ，OPPO 才关机，1080P，负载很低，6000电池，但是感觉还是使用时间有点长啊。也挺厉害的了。按照我们这个精密的换算，对吧？7300比6000，应该是要比它多18%左右啊，但实际上是多了13%，而且这个 vivo 还偷了亮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OPPO 胜利啊。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好好的总结一下，好吧？那么就由我今天的败者 OPPO A5 Pro 来你是胜者，赢的吗？你是胜者，你是胜者。勉强胜者吧。OPPO A5 Pro 开始今天的总结，它今天整体续航时间是7小时37分钟。哎，这个成绩确实还挺不错的，但是它的负载呢，跟我们以往比确实是有一点低的，而且它的屏幕也只有1080P。哎，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它今天的使用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它今天让我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它在户外5分钟刷微博的时候，差不多3分钟左右，它锁到了60帧。但是它亮度表现还是可以的，再就是它的骑行轨迹精度实在是有点太差了。除了这2点已经续航，我觉得它把 vivo Y300 Pro 加完完全全的秒杀了。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向大家隆重介绍这位凤雏。他现在还没有关机啊。对啊，我还在打游戏。还在打 vivo Y300 Pro 加啊，它今天这个亮度实在太保守了，我不懂为什么它一个7300的电池是一个这样的调度。而且呢，它还专门搞了个职业模式，
看起来 vivo 是很想把这台手机跟外卖员呀、快递小哥这些都是挂钩，是吧？但是它的亮度这么保守，阳光下几乎就是看不清的状态，这让别人怎么用呢？而且它整体的使用过程也非常的卡顿。我王者荣耀都感觉不是我玩的帧数，我打Switch周围都在卡，然后那个高德地图就是稳定复现，一退出就直接黑屏，还有各个地方也是就是不流畅，顿顿的，就是感觉没有调好，然后亮度也保守。价格还比你贵，虽然它电池很大吧，但是我觉得没有发挥出它应该有的实力。所以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并不是推荐大家买这台看似续航特别牛的 vivo Y300 Pro 加，因为它的实际体验可能不怎么好，甚至不如这个 OPPO A5 Pro。我感觉是不是这个处理器太拉了？因为我们之前用的红米 Note 14 Pro 加表现也不怎么样呀。那这台手机现在12.56也要2199，那马上这个 iQOO Z10也要出了，那我觉得性价比不如去买 Z10，那个肯定也是大续航的手机了，然后调度应该会比这个更好的，大家可以再等等吧。至于这2台手机的拍照呢，都是个单摄，感觉也没什么可说吧。据大师说呀，他是觉得 OPPO A5 Pro 的取景框看起来会比 vivo 好很多。成片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啊，我是觉得 OPPO 的体验是完胜的。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 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然后你还没结束吗？吃鸡送给大家，吃鸡了，赢了吗？输了。菜肉。新台10%用了多久了？7小时48了，它还有10%，好夸张。哦，不是，我为什么打不过他呀？等一下。拜拜。